吴伟仁院士介绍，这项任务拟采用伴飞加撞击加伴飞的任务模式，发射观测器和撞击器。观测器先期抵达，对目标小行星进行抵近观测，获取其详细特性参数，然后撞击器对小行星实施高速撞击。撞击全过程将通过天地联合方式，采用近距离高速成像等技术，开展小行星轨道、形貌和建设物变化观测，准确评估撞击效果。我们就是要对一个在1000万公里左右的地方，对迎面来的小天体，我们发射这个动能撞击器，在这个地方交汇过后呢，争取能够产生一大的动能，改变这小天体的轨道，而且撞击过后呢，要让它至少几十年、100年之内它不能够再撞击地球了。据介绍，我国将向全球伙伴发出合作倡议，在地面联合监测、联合研制与载荷搭载、数据与成果共享等方面开展积极合作。在太阳系当中呢，有超过数十亿颗小行星，它们是太阳系形成与演化的活化石。同时呢，近地小行星也是太阳系当中最具潜在威胁的天体之一。从6500万年前墨西哥湾撞击事件，到1908年的通古斯卡大爆炸，再到2013年车里亚宾斯克爆炸事件，近地小行星一直威胁着地球与生命的安全。今年2月，一颗名为 2024YR4 的小行星持续登上热搜榜单，这是因为根据科学家的计算，这颗小行星存在撞击地球的概率。直至后来，美国航空航天局观测显示，小行星 2024YR4 撞击地球的概率被调整为接近为0。2022年5月，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消息称，一颗名为 7335-1989JA 的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并称它是当年最具潜在破坏力的一颗。这颗小行星直径约为 1.8 公里，其高度相当于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2倍，而且飞行速度快，每秒21公里，相当于高速子弹空中速度的20倍。不过，这颗小行星也只是路过地球，并没有造成什么威胁。2022年2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近地天体望远镜发现了一颗近地小行星，编号 2022AA， 直径约43米，接近半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当时这颗小行星在到达近地点，从255万公里外飞掠过去，同样没有对地球构成危险。我们对于小行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截至2025年3月，人类共发现了38171颗近地天体，其中包括38048颗近地小行星和123颗近地彗星。但由于小行星监测难度大，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尚未轨道编目。据统计，近地小行星中完成编目的数量只占真实数量的1%。是啊，虽然说近地小行星导致的高破坏性的撞击事件虽然只属于极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发生则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它的严重程度和小行星的大小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首先，你看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小行星，它足以对地球上的局部区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如果说我们再放大一些，这个足球场大小变成城镇一般的大小，那这颗小行星就会引起全球性的灾难，导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包括联合国在内，有多个国际组织致力于近地天体的研究。由各个国家航天局所举成的空间任务规划咨询组，他们就专门来负责制定小行星撞击应对任务的启动、执行、应对方案和时间期限。那目前我们看到世界上公认的对于小行星的防御方式就是动能撞击。我们可以采取比如说动能撞击的形式，我们发射一个探测器去撞一下这个小行星，然后就能稍微改变一下它的速度，这样它后面就可以跟地球错开来。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推离偏转、引力拖车等等很多种方法。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防御方式就是动能撞击。我们去对它撞击的这个相对速度是一定要很快的，但同时小行星又比较小，一个高的相对速度撞一个小的目标的，其实是一个技术上很难的一个点。在2022年呢，我们看到美国航空航天局就成功的实施了一项任务，通过把速度极快的这样的一个探测器撞击小行星，然后呢就成功的偏转了小行星的轨道。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说，就在9月3号的晚上22点56分的时候，一颗最近发现的近地小行星2025 QD8 飞过了地球，距离地球只有21万公里，那约为地月距离的57%。那这颗小行星呢，大约有38米，它飞越地球时的速度是多少呢？是每秒12.5千米。所以站在守卫地球安全和人类延续的角度上来看，构建小行星的防御能力真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在小行星的研究过程当中，虽然它很危险，我们专家也特别告诉了记者，其实它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地方，因为在它的身上隐藏着太阳系最古老的秘密。现在从科学界来看，小行星它的氧化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它保留了一些太阳系形成初期的一些原始的一些物质，所以说对它的一些探测和研究呢，对我们整个太阳系的起源，包括我们行星的一些演化历史，都是很有帮助的。目前的科学家认为，小行星和太阳系的其他天体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探测小行星不仅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小行星上的资源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它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源的价值，它上面可能有很多地球上没有的这种稀缺的资源，所以未来从这种开发的角度，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么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发射更多的航天器，这个到小行星的附近来获取更多的、更详细的数据。所以我们看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美国、日本还有欧空局都分别开展了10多次小行星探测、防御和资源勘探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科学发现，并且证明动能撞击技术呢可以有效地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航天局特别的启动了近地小行星的探测计划，那也特别启动了小行星的防御等等工程的论证和实施。那我国明确提出论证建设近地小天体防御系统。所以此前我们看到国家航天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说，我国将会着手来组建近地小行星的防御系统，那共同来应对近地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为保护地球和人类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5月份，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2号任务探测器成功发射了。目前天问2号探测器已经在轨运行超过了3个月。天问2号探测的第一站就是一颗名为2016 HO3 的小行星，它呢是一颗近地小行星，在太阳和地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之下呢，它既绕着太阳公转，同时又和地球共舞。天问2号将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来围绕这一颗小行星进行伴飞、取样、返回，并且呢将样品带回到地球。天问2号将会执行大概10年的深空探测任务，包含小行星转移段、接近段、交汇段等等13个任务阶段。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它的任务能够为我们揭开更多的未解之谜。也可以说，在第3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也是首次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小行星探测与防御体系。到底我们国家的小行星的撞击演示的验证任务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要来听一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楠的解读。在第3届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吴伟仁院士作出展望，中国正积极规划对1000万公里外的小行星进行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这样的任务对于中国的航天工程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中国正积极地开展对深空的小行星进行全面的勘察探测，以及用动能撞击的方式改变其轨道的这样的技术探索。中国这次的撞击演示验证任务采用的是2个探测器分别进行的方式，意味着它们可以采用比较复杂的任务架构，完成比较精准和复杂的任务模式。探测器可能会长期的伴飞小行星，而撞击器在撞击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探测器长期的伴飞来监测小行星轨道变化的程度，来考量撞击的能量与小行星轨道变化的关系，从而建立起我们对小行星的能量使用以及轨道变化的规律认知，有助于防止小行星在某个危险的时刻接近地球。
这样的行为对于全球共同关注的防御小行星在未来某个时刻与地球近距离接触这样的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小行星防御工程的重要举措。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航天能力，积极参与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中，对全人类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